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徐凯谭松韵浪漫求婚在线，现场甜蜜瞬间让人心动不已。在最近的一场活动中，徐凯的到来可谓是让整个场子瞬间充满了浪漫气息。这位当红男星身穿剪裁得体的西装，一走上舞台，便引发了阵阵欢呼声。不止如此，他还重现了剧中经典的求婚场面，深情的告白与甜蜜的氛围，让在场的观众无不为之动容。徐凯在活动现场说出的那句"别低头，王冠会掉"，不仅让人回忆起他在剧中的英勇形象，也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。活动的一开始，徐凯便与谭松韵的互动吸引了大家的目光。当他单膝跪的那一刻，现场的粉丝简直惊呼连连。徐凯甚至在求婚台词中加入了自己的幽默元素，让观众们忍俊不禁。这个婚事我同意啦！这句话更是引发了现场观众一阵欢笑，感叹两人之间的默契与气氛简直甜如蜜。除了精彩的互动，徐凯与谭松韵的感情基础也为这场求婚增添了不少分数。在剧中，他们两人的角色就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，而这次的现场重现，仿佛把观众带回了那个浪漫的时刻。徐凯展现出的求婚场景，不仅传达了对爱情的憧憬，更令偶像与粉丝之间的距离感大大缩短，温暖了每一个在场的观众。活动中，徐凯还特意分享了一些自己生活中的趣事，让大家了解到他谦和的一面。他提到，自己在拍摄过程中与谭松韵的互动，不仅仅是剧本中的情感，更多的是生活中的真实，令人感受到自然流露的真诚与甜蜜。这样的转变，让大家对他的印象更加深刻，纷纷表示希望能在此后看到更多他们的合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徐凯在现场时不时与粉丝互动，送出自己亲手签名的周边产品，让每一个参与者都觉得自己是被重视的。很多人坦言，偶像的这些小举动让他们感受到无比的幸福与满足，尤其是当徐凯在求婚环节中用音乐的元素引导气氛时，现场情绪达到了最高潮，大家不仅为他的才华所折服，也为他和谭松韵之间的互动所感动。那么，在这次活动中，徐凯的表现不仅让大家看到了他作为演员的爱与责任，更向我们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另一面。他在红毯上展现出的自信与魅力，让现场的气氛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在这样一个轻松温馨的氛围中，徐凯为大家提供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。这样一次浪漫的求婚，虽然只是在活动中短暂重现，但它所带来的温暖与感动，却会长久地留在每个观众心中。正如许凯所说，爱是永恒的，真挚的情感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，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感受到那份动人的美好。未来，我们期待徐凯与谭松韵能继续带给我们更多令人心动的作品。至于他们的感情发展，粉丝们无疑是看好这一对的。就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目睹他们的每一次小甜蜜，期待每一次浪漫的重现。在生活中，不能忘记那种回归初心的热情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让徐凯与谭松韵赢得了大家的心。2. 徐凯登峰 Element 2月刊，粉底加深，腮红亮眼，轻熟魅力足。徐凯面前的电脑屏幕显示着这次的采访提纲，问题涉及方方面面，反复试探他可能感兴趣的话题。出道至今，徐凯看过无数份采访提纲，问题常常隐含了答案，试图捏塑出他的某种形象。很多人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，徐凯出人意料的冷静，别人把你看得太高，太优秀了，其实都是普通人，都过着一样的生活，你没他们想的那样优秀，这其中产生了落差。杂志拍摄当天，徐凯遇到粉丝，
这种状况很常见，比如在剧组拍戏时，也会有不少人围着、堵着，拿手机一边拍一边高喊着徐凯，徐凯，以为他理所当然地享受众星拱月般的待遇。可徐凯说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也许旁人确实没法体会这种被围观，活在别人的眼光里，不断满足他人眼中的完美。人人在说做自己，但又该怎么做自己呢？从多数人熟悉他的角色复查、傅恒开始，徐凯饰演了许多坚持自我、淡然处事的人物。用他的话来说，每个角色多少都留了一点影子在我身上。久而久之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我变成现在的样子，一个淡人。拍《迷航昆仑虚》那会儿，徐凯跟着导演去钓鱼，钓到一条9斤多的大鱼。从那时起，他就有点迷上了钓鱼。他将钓鱼的过程细致描绘出来，有时要等待，有时要遛鱼，而在等待中，我什么都不想，以为他在放空。他说是专注，还有未知感，等于咬钩那一刻的惊喜。但这些已是过去的爱好。徐凯笑说，现在没再钓了，因为不太方便，出门也钓不到鱼。更安全、方便的活动是健身。钓鱼的时候，几个小时，甚至一下午就那样过去了。健身的时候，比如跑步，我体会着心脏跳到疼，说明自己正在突破极限，心肺功能一点一点变强，这就是进步。有段时间，他曾迷恋这种突破极限的感受，吃牛肉，喝蛋白质，为了把肌肉练得再大一点。健身最难在前2-3个月，每天没什么变化，一旦坚持2-3个月后，看着充血的肌肉越来越明显，就练得更猛了，把自己练到筋疲力尽。他摊开手掌，上面是明显磨损的痕迹，有后茧，也有痂。那时的我能练出血来，但仍觉得爽，这些证明我今天努力了。第二天起床，浑身酸痛，活着的感觉就是酸痛的。徐凯身上还有些伤是拍打戏留下的。打小喜欢的功夫明星李连杰、成龙、甄子丹的那些招式看着帅气潇洒，唯有亲身尝试才知其中凶险。一剑刷过去，没配合好就抽脸了，一刀砍下来，力道没掌握好，肩就脱臼了。这种情形让人每天精神紧绷。但他喜欢和武行兄弟拍打戏，如果是真身的话，我怕一用力把他打疼，但打戏用力才精彩呀。武行兄弟都是没事，来吧，他们也可以用力打我。对锤炼身材上瘾的阶段也已经过去，好多导演叫我别再练了，有的角色不适合太壮。每次掉肌肉我都很心疼，但想想就算了。每当徐凯在微博记录健身效果，展露身材，对粉丝而言就到了福利时间，但他并不刻意讨好，这是给自己的礼物，肯定先满足自己，自己开心了，如果对粉丝来说算福利也挺好。在即将播出的《火场追凶》中，徐凯饰演火调员于彤，片场是一片人造废墟，道具组先搭一个井，紧接着一把大火将井全部烧掉，演员再进片场。我们拿手电筒一照，整个空气里全是密密麻麻的烟灰，比雾霾严重多了，满地的灰到了无处落脚的地步。有一场救人戏，冲进火场，浓浓的黑烟才吸了一口，徐凯顿时觉得呼吸上不来，连卡都喊不出来，嗓子直接哑掉。虽然拍摄过程会佩戴专业面罩，但每天晚上回到酒店，鼻子里都是黑的，纯黑，必须用纸捅好几遍才能稍稍干净一点。这只是徐凯日常的一个缩影。片场、酒店、酒店、片场，生活逐渐简化成2点一线。如果有时间，第3个点可能就是健身房，这还取决于有没有早收工。我们演员独处的时间很少，工作结束后没剩多少个小时了，往往洗个澡，又是新的一天。从一个角色换到另一个角色，从一个场景转到另一个场景，
仿佛在一个虚拟世界生活一阵子，然后去下一个虚拟世界。有时徐凯会觉得自己像是《楚门的世界》中的主角。有一阵子，徐凯还会骑上单车四处转转，比如在横店，他可以骑10几公里到郊外散心。不久，也放弃了，依旧是客观条件不允许。徐凯曾遇见有人在楼下堵他，之后就更少出门，待在屋里，我不知道该干嘛了，待到快发疯。有人喜欢吃点好吃的，喝点好喝的，通过美食来调节心情，但我又不是吃货。在剧组一日3餐不超过30块，我吃得很便宜，炒米粉、肠粉可以天天吃。昔日爱好一样样放下，从中抽离是一次次的无奈之举。对演员来说，无论出于职业要求还是出于交流本能，都需要接触具体的日常，起码能到大排档、到餐馆吃东西吧。徐凯的愿望听上去简单，还有出门不用戴口罩，在公开场合，我们的常年戴口罩，连跟父母去爬山，我都要戴着口罩，出个门连脸都不能露出来。我觉得是一件挺悲哀的事情，却也没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。演员是个注定被围观的职业，既然选择了，就接受它。如何在这中间找到平衡，也是自己还要去思考适应的事情。徐凯忘了自己在哪儿听过一句话：不要活在别人的负面情绪中。他将这话视作行事的准则。在25、6岁之前，他的性格更激烈些，遇事据理力争，和人掰扯一下，近来愈发佛系，不如抱着求同存异的心。人的压力和负面情绪比较重，其实我都能理解。他开着弹幕看自己曾经出演的剧集，观众的爱憎就这样明晃晃地在眼前飘过。以前还会引起我一些情绪波动，现在无所谓了，骂完你舒服就好，对我的生活也没什么影响。正向的批评我都接受，恶意的我不去理会。就像垃圾装满了，肯定需要倾泻。当他倾泻情绪的时候，你不要去争执，没有意义。这逐渐成为所有艺人职业修为的一部分。打游戏的时候，徐凯发现人们喜欢在虚拟世界将戾气发泄出来，有时候遇到那种骂人的队友，我打游戏其实无所谓输赢，这就是一场游戏，不能被游戏玩了啊。他们骂得很凶，倒不是骂我，我不菜恶，我还劝他别说了，能赢能赢，可最后他们连赢都不要了，情绪炸掉。也许虚拟的游戏也映射出真实的生活，他们在生活中可能很压抑，想通过打游戏放松自己，如果再遇到游戏不顺，情绪就会崩溃。我在游戏中感受他们的情绪，因为每一个虚拟角色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。徐凯将自己放在旁观的位置，他从不在网络虚拟世界宣泄情绪，他甚至不在朋友圈点赞或评论。我从感性变为理性，从浓人变成淡人。他觉得自己既不需要别人给予情绪价值，也无法给予别人太多的情绪价值。如果两个人合得来，不需要特意做什么，对方也会感受得到。如果要不断给予情绪价值，你自己会变得很累。徐凯习惯翻看过去的照片，看到以前的自己，相对应的时刻、场景、事件都被一一记起。就像一提及《延禧攻略》，他第一个想到的是那条长长的紫禁城的甬道。我还年轻，天很热，反反复复拍了好多遍，但很开心，因为刚开始做演员，还有很多的激情，很多的憧憬，想着我未来可以演成什么样子。成为演员是一次意外。家人问他：“你能行吗？”徐凯说：“试一下，不是怎么知道我不行。”徐凯在其《今朝》中饰演的岳今朝有句台词：“无论过去如何，未来在我手中，天道不公，我逆天改命。”徐凯更相信命是改变不了的，但通过努力，抓住机遇，可以改运。从小我就听我爸讲一句话：“，做生意挣钱，不是一笔一笔挣的，是一把一把挣的。”
抓到机会就挣一把，然后再等下一次机会。人生的机遇其实就那么几次，抓住就抓住，没抓住就没了。徐凯顿了顿，我属猪的，运气好，算是抓住了。